Hi, Ryan here。上一次跟大家有聊过的就是我的那一部新的 Proton Persona。拿车第一天我就回到 KL， 我就做了它的顶灯，后面旁边都是58%，前面是78%透光度的。然后，哎呀，中招了。然后就是过了几个月呢，我就有做全车车头的那一个 PPF 那个透明的那个保护膜，然后就是全车的 coating， 全车的镀膜，它就下雨啊还是什么的时候啊，只要风一大，它就会把雨点吹走，之后也比较容易洗车，好像这种剂啊，我抹一抹它就可以干净了的。前后车灯，还有这个加油的盖，4个门的这个把手这里面还有4个门的门边，还有的就是这个车镜两边的3米了。全车镀膜是有包括轮圈、车漆、玻璃车窗，还有内饰 plastic 门板，这些门板皮革全部都有做。然后 PPF 呢，放一个 back side。PPF 呢，我就顺便也有做这个部分。这个部分它就它做了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是重灾区啦，也比较容易当你放东西的时候啊，很容易会刮花。内饰方面我有动了什么东西，就这个哦，之前有提到的，就是我的磁吸式的手机架，它有充电功能的。然后这个如果我要充电的话，我就把它打开了，平时也很少边充边使用，就把它这样放下去，它就可以充电。然后这个就是上一集有提到过的 MC1 的那个无边框的照护镜，我的 car cam 是这样，在这边来自7零迈的 M500， 然后跑线我是跑上面啦 ，USB 我是接回这边，多的线我就藏在里面。这个是一个180度的那个转接头，这个地方刚刚好放我的墨镜啊，这边是放我的是磁吸式这样子的，我放在这边。然后这个充电的这个我就把那个线，之前我是走下面的，现在我就把它藏在这里，把这个屏幕拆开一点点，然后把它塞进去，再装回这个屏幕。那个线从里面中控台这边，然后穿过这个地方，再从这里进回来，插这里。就平时我不需要充电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关掉了。我是开长途车的时候，我要保持电量的时候，我才会把这个无线充电的功能打开。平时我都是把它当一般的支架使用。然后呢，车内的配件就是我放在车尾这里，是一个车载垃圾桶，它可以把垃圾袋夹在里面，就整个包也防水了，它是这样子扣上去。然后就是这边一个篮子了，我放一些纸巾啊，这边一些小隔层，这个是用来放在扣在那个车门的那个卡扣那边，然后可以把你可以站上去，在车顶上做清洁啊什么之类的。这个就是小米的吸尘机，相信你们也可能有看过这个款式了。我把它收在里面，平时就吸一吸这些砂石就好，是司机位、驾驶位的。这个Carmat是之前有提过的，就是上一集有提过的，就是来自Dudumat的，它是双层的一个设计。这个是我的 steering lock， 其他的部分我就没有改动那么多东西了。这个是抬头显示器，它是显示我开车的时候的时速啊，那些我开车的时候我就不用一直来回视线一直这样切换，我的眼神只要望一望就可以看见的。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妹妹最近她也买了这一款 Persona MC2 嘛，所以她跟我的一样是 Premium， 然后她这边感觉到它的材质跟我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好像感觉比较更容易受拉扯变形，比较软一点那种。然后这个是我放卡的一个地方啦，也是有惊喜的。一开始我为什么这个会放在前面，它不是在里面，或者是好像 Iris 这样啊，它这里面有一个 plastic 板啊，它有一个卡扣，你可以把卡收在里面，这个就不行。可是当我拿到这部车的时候，这边我发现打直刚刚好可以把我的卡藏在里面，所以就算了，不要理它。OK， 然后就是4个门板我都有做了，我把它拆开来，我都有做了那个车门的隔音。
我做了3层了，铁皮1层，再加多1层好像海绵这样的，然后之后第3层再盖多一个整复过的那个隔音性震的那种材质啊。那个图片我会放在画面这边，它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啦，有好几层，这个是里面，然后这个是中间海绵的那一层。可是一开始我是做这样的，可是网络说，好，应该是要整个封掉才对啊。我就心想也是哦，之后我就把它再加多1层，变成这个样子。最后我再把这个门板盖去了，就收工完成了。我也没有做全车啦，全车就是包括那个引擎室跟车室的中间的那个防火墙啊，然后车底整个啊，后车厢还有这一个天花板啊，我也没有去做它，因为4个车门够了，不用做到这样多。因为如果你全车做了，蛮重的，差不多等于多载1个人。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别就是，这个是原车的那个比较空心，然后这个是做了隔音之后它的声音，感觉是比较厚实。这个是，其实我也是不会讲很难的东西，我上网自己看一看人家是怎么做的，我就自己粘了。然后就是最近我就刚升级了4个车门的那个喇叭了，换了一个知名品牌的下去。就我在没有换车机的情况下呢，我换了 speaker， 感觉上它的音量是有大了一点点，音质也好了一点。你不要说去到10分强大了，因为我没有放那个 amplifier、DSP 之类的，车机也是原装，没有去动它，所以够用就好。未来再打算把那个 DSP 那些音响都是一个无底洞，慢慢来了，不急的东西。我又不是住在车上，对吗？然后，这个入税贴纸之前就是有一个讲有 JBJ app 之后你的那个驾照、你的入税、你的车辆注册资料都在 app 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不用粘这个在车上。可是我暂时也不打算理它了，我打算等明年换新的一张入税的时候，我就不粘了，我把它放在抽屉里面就好，也不大影响使用。然后就是钉的哦，刚刚一下没有讲到的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可以粘一个8寸的，然后我就没有放了。我妹妹的那辆Barcelona呢，她就用6寸的，刚好超出这里一点点，就刚刚好就好。对我来说呢，我就不喜欢，因为它会挡到视线。因为Barcelona的这个大镜哦，它是比较斜，所以你一粘了，就感觉上你的视线就变窄了，所以我个人是不大喜欢，所以我就没有放了。如果真的大太阳晒什么的，以我的身高还是什么，其实这个的功能就已经很好了，已经很够用了，所以我就不需要粘那个东西了。加上我平时开的路程也很少正面对太阳，大概在这一个位置的，有的话也是一下而已，其实转个弯就看不见了的。所以暂时就这样。接下来最近还有一个改装的就是这个是后灯的开关。它原本这个在好像是 MC1 在之前的那个版本，它是一个大灯的那个照射角度可以调节的一个滚轮，可是这个换了 LED 就更加就没有了，所以它是一个空的一个 bracket， 我就把它拔掉，网络上买一个适合尺寸的，再把它安装下来。我选了一个雾灯版本的，我到汽车配件店，我去请他们帮我拉线，从这里拉到去后面。我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啦。在白天不会特别明显啦，可是还是看得见。就晚上的时候会比较刺眼，可是比起到 Vios 的这个都还好，因为它的照射角度都比较低。它这个的功用呢，当然了，你在需要的时候、对的时候才来开。就下大雨啊、很大雾啊，比如说你上云顶的时候啊，能见度很差的时候，你才把它打开。平时的话，你就真的闪瞎人狗眼了，因为这个功能平时你在真的有需要能见度差的时候是蛮重要、蛮好用的。别人能够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发现到你，这个是你自己的主动安全方面你可以做得到的东西了。平时的话，就记得不要把它打开了。然后这边就是
那个自动头灯的感应器啊，那个 sensor， 你看到是可能你们车主看到，为什么不一样的？就是因为我把它换掉了，我把它拆开来，就如图所示，然后我把它的原装那个壳拿掉，剩下它的电板，再重新接回线，再用那个热锁套加上电工胶布啊什么的，网络再买多一个类似这样的那个透明壳。透明的盖，它比较透明，它没有这样暗呐、然后把它改装下去，再把它这样子塞回下去。这样的话呢，为什么会换这个？因为它的那个自动头灯啊，它的灵敏度很高，好像目前这样的阴阴暗暗的天气哦，明明还是很够亮，还是很够安全的，可是它就自动把那个头灯打开，它的那个反应太过 sensitive 了啊，太过敏感了，所以现在我是把它改成这样了，它就没有这样敏感。现在你看，只要我把手它的那个灯才会自动打开。平时这样的话，它大概等一个10秒左右啊，它就会自动把灯再关回去了。不然的话就太敏感，有一点小困扰。不影响使用啦，就看到不爽就把它换掉了。好啦，我要分享的东西就到这边。我都不懂有没有第3集了。如果未来有什么东西改变更动的话，我再给大家分享。